乔主任。哎，宝贝儿，给你找个新家啊！哎呀，就好，别紧张啊。哎呀呀！李琦走了。对啊，他去交爱了。你跟唐总在说之前，能不能找我商量？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能不能想我先知道啊？灵鬼神速嘛，找你商量，那万一又像上次大宝那样错失良机了怎么办？李琦能够直接从格木去交爱，表示他方方面面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以为是你给人家打个措手不及，真正措手不及的是我们格木。哎呀，格木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样的麻烦，我真的不敢想象。压力好大。啊，胃好疼，都想吐了我。你冷静一点行吗？别被还没发生的事情吓破胆。不就走了个李琦呢，有什么可怕的？问题来了，我们一起解决。哟，小官儿，干嘛去？咋了？三妹儿，你们这……张律师，今天人少，想做的话马上不上班了。哎呦，我不需要，我只信李总的。张律师，太乱了，全都乱了。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个，你看看，我这不是也一堆呢吗？就你事儿多。大家先冷静啊，一个一个慢慢说好吗？18个未接电话，18个全是 VIP， 一个我都不敢接，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你看，又来了。不敢接，哎，不敢接。您看我这儿啊，手术室都乱了套了，预约全部取消了。还好的手术顺序都被打乱了，咨询师都走光了。你这重新安排手术，谁给你安排？上哪儿找人去呀？要不然我们放假吧，放2天假，放假回来什么都好。放假，放假能解决客人的问题吗？关键能解决我的问题。大家先听我说，今天到店的客人呢，交给梦圆来接待，然后我们就安排医助啊，还有护士负责分诊，其他人呢先放下手边的工作，整理客户资料，挨个打电话，我们重新替客户排期，行不行？你来统筹。好，哎，那正好，小陈，快，你帮我统筹一下。愣在那干嘛？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我在办公室等你啊，挨个打，别落下啊。老哥给你安排的怎么样啊？这个办公桌不够大，我再给你换一个。还有我办公室就在旁边，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打招呼。啊，对了，也用不着找我。有什么事是你李总解决不了的，是不是啊？哎，醒醒！哎，晚上给我订个名堂最大的包间，准备给我们李总接风。好嘞。你们都杵在这儿干嘛呀？楼下没活干吗？婷婷，哎，带他们干活去。啊，好的，李总，走。哪有时间吃饭呀？楼下全是客人，下个月都排满了。李总就是李总，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呀？老秦跟我也是10多年的交情，试探我，对格木的感情，我比你深。但是工作啊，就是工作，你的腿长在人家顾客身上，市场是最敏锐的，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人家比咱知道的都快。你说人家排着队过来找咱，咱们也不能拒绝呀。双眼皮手术是局麻还是全麻呀？通常都会去选择局麻。那我怎么确定到时候做手术的是不是你呀？局麻的意思就是做手术的时候你人是醒着的。这个狮子狗的开脸，怎么有点像老虎了？我本来就是要闻老虎，现在我朋友叫我去洗澡，我都不好意思去，我可以一边给你做手术，咱还可以一边聊天呢。还聊天？这也太吓人，能做好吗？我不做了。超皮秒就可以了，但是可能会有点痛啊。多疼啊？比你纹身的时候会痛一点点。先好好休息啊！哎，好，再见。坏消息，账上的钱有点紧，有3笔尾款，
还有2周到期，然后医生年终奖也是月底。你那边呢？今天的客人量少了50%，大部分都是出诊，转换率为0。这个李启啊，带走了所有最优质的客人，其他都还要观望呢。这3笔尾款我倒是可以再拖一拖。那不行，两岸是付啊。现在大部分都在传革命要完蛋了，你要是不付，不是坐实谣言。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只要那个客流量能够回升，我们就能稳定了，你知道吗？周主任，请走。玉姐，哎，伤脑筋了。周主任，我正好想去找您呢，我打算回老家了。留下吧，我希望你把咨询部代管起来，考核3个月，等到考核通过，你就会成为革牧的运营总监。考虑一下。这些都是线上咨询过1、2次，但是没有实际到店的。李总他们都聚焦在老客户身上，所以没有带走这部分数据。这一部分呢，客人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而且他们到店意愿也很强。以往经验来看，他们的转化率会大大的优于新客，所以我觉得应该重点的挖掘。挺好。哎，看到了。这是什么？乔主任给出诊的客人做了很多基础的科普，每一个2维码针对不同的项目，反响还挺不错的。这还挺好的。他人呢？他呀，正在楚教授办公室里动员他做直播呢。他还真敢想，你忙吧。好，你刚刚思路挺好的。你说有些客人就是对价格敏感，有些就是对安全考量，你先弄清楚需求再做方案。还有啊，春节又要到了，什么玻尿酸啊、肉毒素都放在推荐位，光电类也是，恢复短、成效快。那个手术你就推双眼皮，知道吗？去吧。哎，对了。你之前跟我说李喜都怎么跟老客户说的？说革牧经营出了问题，随时都可能关门，1天都做不了1台手术，所以老客户现在就算没有去交爱，也都还在观望。那正好，你就顺便多提一下革牧现在的优势。优势？我们医生还是原来那些，但是现在到店就能做，不用排期，等到春节过后就能见人了。明白。亲爱的宝宝们，进来以后点一个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所有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一一帮你们做出解答。程老师行吗？这年轻人动手呗，叫陈杰过来帮他弄不了。人家都连上麦了，直播术语一套一套。亲爱的宝宝们，老哥给自己弄一特效，你看，脸瘦的跟吴彦祖似的。他静音，回声太大，太影响我直播了啊。这个眉间纹呐，你们可以看看高老师，他做完以后，人显得特别精神，面部也松弛了很多。老头太好笑了，我刚看了他那个手机屏幕日均使用量长达10几个小时，那个快递啊，天天堵门口，8成是直播买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当年医学院的第一暴君，如今蜕变成了网瘾老头。亲爱的宝宝们，还真是啊，这反差也太大了。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那又去办公室找他，他也挺严肃的。我眼睛只敢看地板，对3院印象最深刻就是地板的花纹了。最恐怖的就是每次跟他去查房，他都要来一轮大抽考啊。前一晚上学生宿舍灯火通明，彻夜押题，但是从来没有押中过。后来我们到研3科室轮转的时候，就我在 LMU 也科室轮转了好几年。说真的，国内老师真的还比较温柔。有吗？你当时怎么去的德国？什么问题啊？坐飞机呗。废话，难不成你还能走着去？我是问你怎么会有钱出国的呀？你干嘛那么好奇啊？
你说不想回答问题，你都能变成反问啊？学你呗，你不也这样？跟你这人聊天真是没劲透了，嘿。双眼皮手术是不需要住院的，从开始打麻药到手术结束就1个多小时，当天做当天就可以回去，中间只需要来医院换一次药，同时练习睁眼、闭眼，5到7天拆线，整个治疗过程就完成啦。就这些。魏医生，忙什么呢？水光针和光子嫩肤有什么区别？瘦脸针打的是什么？这什么呀？我师傅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每个人录10条科普视频。你说我白天都对着客户叭叭一天了，晚上还要对着手机继续，干脆转行当主播得了。这2天啊，确实来的客人都是新客人比较多，需要多沟通一点。等过段时间客流稳定了就好了。哎，我听说董院接诊一武松，身上还纹一猛虎。我现在就是一猛虎，小心我咬死你！哟，母老虎，滚！走吧，我带你看电影去吧。老陆的客人送了票，还是首映呢，就是那个宋媛媛。这宋媛媛不得了啊，估计得火。早知道跟人要一签名了。怎么着，走不走？走什么呀？我这么多条没拍呢。是啊，那这票不糟践了吗？要不问问舒阳，跟他看就得了。想死。哎，这水光针和光子嫩肤有什么区别来着？你从哪年来的格木？格木又是从哪年开始盈利的？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我们一个战壕打了那么久，什么苦没吃过？劲松，咱俩对格木问心无愧。李总，我这个人啊，哼，在男女关系上啊，有一些这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感觉。同时，我对工作，你也应该知道，一丝不苟啊，这你最清楚。那还用你说呀？那不瞎都能看得见。我就问你，现在有好果子吃吗？
眼睁睁看着一手打下的基业被折腾成这样，心寒啊！医院再漂亮，经营理念再冠冕堂皇，那都是零，客源是一，没有客人这个一，你再多的零，还是零。完全同意。整形医生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客源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离开格木，唯一亏欠的人是你。哎，不说这些，不说。当初我一心想推你上去，可是嫉贤妒能的人太多，他们背后搞了很多上不了台面的细节，我不愿意讲。我们都是搞业务的，最不擅长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一套。是。可是我现在出来了，你来交爱，不出3年，实现财务自由，你可以永远住在花园里。哎呀，李总啊，这真是好大的饼啊！但是李总，我还能相信你吗？皮肤科主任兼联合院长，收入比在格木翻一个跟头。你要是不怕再上一次当，你就信我。关于您刚才说那点，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锡纸项目啊，它是有超声机器来辅助的。之前的针对性方案还是比较有效的，客流量现在恢复了60%。楚老的直播很有力度，最近来了不少新客，就是这新客转化率吧，还是不稳定。新客嘛，都比较谨慎，但是客流量算稳定了，增长是需要时间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解决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吧，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明白，只不过现在医院真是有困难，没有多的预算招聘新的。要不这样，所有的医助呢都交给你管，先克服一下。行，那我先去忙了。谢谢。最后一次放疗是在什么时候啊？去年7月，1年多了。你把那带好。平时有过发炎或者感染吗？没有，就怕这个。他老跑去游泳，说他也不听。其实游泳挺好的，这个游泳啊能促进上肢的淋巴液回流，能增强体质。只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游泳挺好。哎，听见了没？得在安全的前提下，你游可以，别太频繁了。你说你这样子。还有什么用吗？好了，别说他了，办公室谈吧。哎，好好，走了，走了呀。患者叫丁曼恒，1年半前因乳癌做了左侧乳房的切除术，现在想找我做一下乳房重建。病历大家看起来都写得很清楚。咱们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孟医生。孟医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先谈。哎呀，这个乳房切除术后的重建术，一种就是自体组织瓣乳房重建，还有一种就是假体乳房重建。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那我看这位患者单侧乳房切除，其实他软组织的保留量还是可以的，两种都可以做。有事儿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忙。孟医生找这出息时机找得真好。乳房重建虽说是大手术，但对于楚老来说应该不难吧？怎么还把大家伙都叫过来讨论了？看大家没活干，找点由头，增加点凝聚力呗。这个患者才25岁。我认为要先注重他的这个美学对称。我建议先用扩张器配合这个假体植入，这乳房的形态才会比较好控制。我不这么认为，正因为患者很年轻，所以更应该考虑长期效果。就这么比对来看，自体组织瓣移植的长期效果肯定是要好于假体移植。
组织办重建我也考虑过，只不过要去哪一个部位呢？像最新的 DIEP 的这个皮瓣手术也是要切整个下腹部，这个患者还这么年轻，你要考虑他未来的生育问题。谁说一定要用下腹部啊？以他胸部的条件，这个背阔肌也不能完全填充，还是要放假体啊。话还没说完呢，我的方案是臀大肌皮瓣。能不能不要也有机会就上这么高的难度啊？臀大肌的风险太大了，对显微外科的要求也很高。万一这个皮瓣的存活不够理想，那患者不是还要遭一次罪吗？假体一直要埋扩张器啊，一戴1-2个月，然后1周还要跑一趟医院做注水扩张，你这就不嫌麻烦了？你这皮瓣还要切一个新的伤口，人家女孩这么年轻，为什么身上要多一个疤呢？再说了，这个切口要是不甚理想，该怎么办呢？是觉得吧，咱不要一讨论吧，就老是说什么年轻女孩身上多几道疤怎么地呀？以后生育怎么地，乳房形态怎么地。这生育和乳房形态不是每个人的需求啊。我们做医生的是不是不应该老是预设人家患者的需求？是，我们是要注意患者的需求，必须要多沟通。但是患者不是专家啊，我们才是专家，我们是医生，必须要替他做筛检，给他一个最好的方案，不是吗？你说他们两个怎么老是唱反调啊？那你支持谁呀？我倒是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的，反正最后都是患者受益。行，咱俩争辩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听楚老的。好，这个引起争议很正常。你们俩的这个方案各有各的优势，是这样吧？咱们再把它细化一下，下次面诊的时候听一下患者的诉求，咱们再做决定。所以你们觉得呢？哪个方案更好？哎呀，这紧赶慢赶，最后俩鸡腿归我了。都想当老好人是吧？不是想当老好人，是您跟周主任这关系吧，它很微妙，我们不太好表态。哪微妙了？每次遇见什么事儿，你们都得吵得天翻地覆的。生气的是最终总能握手言和。拉架的我们啪啪打脸。最关键的是他们遇到关键问题呢，总是能站在一起。是。您看，大家都这么觉得。你看我给您数数啊，江荣是吧？林强是吧？戚大成就不说了，特别是那个丁志克。对，丁志克，我听说您跟周主任在卫生间门口还吵起来了。你们几个长嘴就是为了传八卦是吧？开会子没见你们说那么多。我们那叫吵架吗？我们那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在学术上，我们肯定都站你这边，是不是？那是。我肯定站我师傅这边。丁曼和的手术按皮瓣准备，方案你给我打一个框架出来，我也会打一个，明天下午咱俩做。楚教授会让咱们做吗？他不自己做啊？楚老把手术拿出来，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他想培养所有人。只要我们手术方案做到位了，患者和家属也支持，这台手术就是我们。你把方案写漂亮，这台手术我让你上。我好事，可以啊！加油啊！300台双眼皮没白做。那是，那外行都以为重建的小手术，其实最考验医生的审美和技术。眼睛线条多复杂呀，动态静态都得考虑到的。那300台手术正好证明你是有这个实力的。谢谢师傅，你好好准备吧。明天还有台瘢痕手术，你和我一起做主刀。我跟患者已经说过了。您放心，师傅，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主任，那我呢？你继续巡回。这鸡腿怎么又没有了？搞什么搞，真是！都说老董要去郊外了，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他本来就跟李总走得近，当时他没跟着他们一起走，大家都挺惊讶的。哎，先不要打，不要打，我拍张照片，摆好姿势啊！别看我，来，1、2、3，好嘞。老董，哎呀，你看，差一点，还被你影响了。别管你这球进不进啊，你刚才那姿势是不错的。哎，你这个草皮不错，多少钱买的？哎呦，那蛮贵的。我跟你说啊，有时间去我家里啊，这套就送给你了。
我家里搞了一套那个，哎呀，3D 叫沉浸式的那种，还是挺好的。不错，我来试一下。来，我来试一下。哎，你刚才说那个姿势怎么？那个怎么弄来着？膝盖弯一点，膝盖弯一点。对，上身下去，1、2、3个。哎呀，不错，差一点。喝会儿茶吗？不喝，我先练习一下啊。老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我觉得那个相爱并不适合你。周日吃的饭，现在才来找我，没有诚意嘛？哎呀，不是，周日吃的饭你也没走啊，表示你还有顾虑吗？我有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其实，现在格木的情况，你们2个比我清楚。焦爱有钱又有客源，那当然是更好的、更稳定的选择了。而且，我跟李总的关系，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嘿，我认识李启的时间比你长，我太了解他了。你过去了也只能自己顾自己。要是去李启那，你什么都得听他的。但留在格木不一样啊，这皮肤科都归你管。来，喝茶。哎，咱们认识多少年了？啊，认识这么久了，你有问题可以提嘛？啊？这个，是焦爱开出的条件。我看。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跟老唐去聊。这没什么不能谈的嘛，是不是？老秦呐，我们共事这么久了啊，你觉得我是凡事只看钱的人吗？我再练习一下啊。哎。老董技术过关，客诉又少，他当院长我没意见。签约金样单倍，咬咬牙就过了，提成55分，他有没有搞错啊？你小点声，现在问题是你不答应，人家就走了。你不是最会端水吗？你一口就答应，其他医生怎么想？我们医院还干不干？老董的业绩在医院里边挑大梁。这是事实吧？上个月业绩你也看了，老董一个人营业额占皮肤科1/3。现在任何一个医生走，对我们都是打击，更何况是老董。可是你答应的也太快了吧？你不是说要找老唐商量吗？这跟你一口答应有什么区别？搞得我们现在那么被动。难道我们还不够被动吗？请问，认清现实。现在不是我们任性的时候。此刻我想到那部电影《人生遥控器》，我还真希望有那个遥控器，一键快进就可以知道1年后是死是活，也早点痛快。算了，我去找老董商量一下吧。那个协议你看了吗？律师的建议是，医院目前的情况，先不要动股权。院长老董当，股权你拿，那我呢？累了就歇会儿呗。不行，我这手术方案还没做完呢。你呢？你做到哪了呀？我做到病理分析了。你才做病理分析你？假体的手术难点就那几个，不像你们批判。
术室本身挑战就挺大的，还得考虑术后血运那些。哦，乔主任还要做臀大肌，你看着吧，光神经分布就够你喝一壶的。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脑袋我感觉我要爆炸了。你把那个孙晓你之前做的那个方案给我看一眼。哎，看你现在这么认真刻苦，是不是不打算走了？也没说一定要走呀。我就知道。哎，你坐哪儿了？我帮你坐。你别动，我有我自己的思路。你忙你的去吧。我怎么这么稀罕你这认真劲儿？我的方案，你的呢？不是要 PK 吗？就照你的方案做吧，你的方案挺好的。上午不是还挺坚定的？我没改变过啊，尊重你的专业。谢谢。对，医院肯定出事儿了吧？嗯，仪器又挖人了。行了，别瞒了。医院都传开了，老董是老董啊，只是格木的院长，明天就会宣布了。院长，他，哼，这人虚头巴脑，心眼子也多，倒还是挺适合的。那我倒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快放弃啊！抓也抓不住。哎呦，这可不像你。来，用照妖镜好好自我审视一下。哇，你果然是个妖怪。哎呀，你说，人呢，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不就应该更自由吗？又不缺钱，身体健康，即使换个地方过活也都行。但你说人哪能如你所愿？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当了医生肯定是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怎么可能？你永远想象不到这个命运会把你推往哪里。你知道现代人最离不开什么吗？手机呗。是说明书。仪器有操作手册，做饭有菜谱，玩游戏有攻略，就连这把椅子都有人教你怎么用。但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没有说明书。人生也一样啊，把控命运有什么劲？猜命运的盲盒才最刺激。说明书。我说什么来着？在外科就是干不过别人，那最后院长还是人董主任，折腾这么久，又新技术又上节目的，到头来不还得看业绩？听说呀，这董主任本来都要走了，用院长把人家留下来了。不过呀，我还是更喜欢乔主任。不管院长是谁，只要搞公司，那就是好院长。周主任，那你们聊吧。哎，行。你找我？哦，新的合同打印出来了，我找你签名。好啊，随时找我。我在想，董院你要不要搬到李启的房间啊？阳光比较好。哎，不用了，我那儿挺好的。周主任，我想了想啊，有个事情，你和秦总还是要知道一下的。您说。
其实那天跟李启吃饭的不是我，是你们外科的。哎呦，董主任，哎呦，李总啊，真巧啊！你这人挺有意思，诚意邀请你你不来，我还以为你对葛木多忠诚。白总给你开多少价？开什么？他就是开玩笑，我就是朋友聚聚会而已，真的。那我说的你真不考虑啊？你看人家老杜，现在在郊外多逍遥。是能看出来，他真是逍遥，天天就是钓鱼。哎呦，那个脸呐，黑了一个色号了都。你呀，李总啊，郊爱对你来说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现金流充足，又是营销开路，你去了那儿就是如鱼得水呀。我去郊爱呢，能干什么？客人是咨询师找的，方案是咨询师定的，那我成什么了？我就成了注射激光的工具人。哼，当然了，我当工具人那是很熟悉的，只是时间长了腻了。可以呀，老董，你是越活越年轻啊，都开始跟我聊理想。哎，我有什么理想啊？哎，李总啊，你刚才是跟谁吃饭啊？还有小鱼啊？葛木的。放心，不是你们皮肤科的。你也没问他是谁。哎呀，问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没必要骗我嘛。不在我们皮肤科，那就是外科的了。周主任，你就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嗯，这水果还没送过来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不用，这非常时期，为了节省开支，我跟他们说我这不用。什么意思啊？啊？你搞什么？我刚上任呐，你这么一搞，大家以为是我开始克扣了。是我不愿意吃，行了吧？哎呀，还不是都是因为您拿了那么一大笔签约金，要不要少拿点？不是，我，哎，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们这是个圈套啊？最近的报表你也看了，供应商那儿还有几笔尾款没付，还有医生的年终奖，最近的客源也不稳定，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哎呀，这个情况你们要早跟我说嘛！由于医院今年的业绩面临巨大压力，为了经营考虑，经过医院董事会认真分析，决定缩减开支。完了，完了，我这给周主任领的不够吧？打印纸1个月2包签字名，这以前都用完了就领，这1个月呢哪够啊？来签个字。你看。哎，王姐，这咖啡机是不是坏了呀？哎，看这，它上面贴着有这。哎，平时放这儿的小吃和糖果都没有了吗？您先喝水，我一会儿给您加。哎，没有矿泉水吗？我们院内在做评估的时候呢，一共设计了2个方案。那我个人呢是主张这个自体组织办移植。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您的视频我看过了。乔主任，您是楚教授的徒弟吧？啊，乔主任是咱皮瓣移植方面的专家，这次手术我打算让乔主任来做主导。我知道的，乔主任也算是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了。还有3院方婷那文章我看了，后来换脸手术您也带着他。哇，您这个调查能力可真强啊！我在单位就是管人力的。哦，手术您来主刀我没有意见，只要有楚教授全程把关就行。这点是肯定的，您放心。还有，您刚才说有2个方案，另一方案我能看一下吗？啊，可以啊，来。
那这个方案呢，就是主张假体植入。那么它的优点呢？对不起啊，我再打断一下，出这个案子的大夫他参与吗？啊，今天呢会由我先跟您说说这2个方案的优劣。那如果未来呢您更倾向于假体植入的话，我会给您安排相关的医生来面诊。不用了，我做过功课，自体组织瓣移植更符合我们的需求。我呢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妈，你先听医生说完再问问题。我们这种沟通不就是相互的吗？那医生也希望我们带着问题来的呀。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医生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不对，做任何事情都不提前计划，碰到问题了才想解决。你那生活习惯也是，我说过你多少遍了，每天晚上11点必须睡觉，那身体机关才能排毒。得病了傻眼了吧？你要不是这种思维方式，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种病？田女士，咱们有问题解决问题啊，毕竟得了这种病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她不一样，我这女儿啊，打小就蛮乖的，从来不逃课，也不早恋，也不去游戏厅，更不去网吧。那品德打小挺好的，而且还顺利考上大学了，让我非常省心。我本来想着这大学毕业了能参加工作、结婚生子，那不我就完成任务了吗？这谁能想啊？还没毕业呢，我这计划全都打乱了。田女士，那我们还继续吗？哎呦，对不起啊，你来。到3号会议室面谈，哎，明天上午让我去面谈，你收到了吗？我是10点10分。一天天的，奖金没多少，屁事还挺多。面谈？哎，老王，你收到信息了吗？丁曼恒他妈简直太让人窒息了，我要给他拍下来放网上，那都能火了。这种父母就是拿孩子当附属品，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这种家庭太常见，生病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整个家庭和家族的事儿。病长在患者身上，到底治不治、怎么治，都不由他自己说算。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做一个 W 字改行了，程序放宽一点。小姐啊，拿个粗点的线。在这儿，主任。行了，小贾，现在会未卜先知了哈。真鸡巴乔主任，小贾快要吃不起饭了，干多久还不一定呢。你们奖金也减半了？说是非常时期购课时间，奖金先发1半，照这情况，另一半发不发还不一定呢，说不定还得降薪。我之前在医院也那样，后来没2个月就倒闭了。不是这降这么多吗？当然，师傅，你是不是从来不看工资单呀？姐姐，奖金没了，不能带情绪工作噻，我无辜了。帅哥，他们现在情绪都不太稳定，不要瞎打岔哟。对。王倩，你在哪儿呢？我昨儿让你找的资料，你拿哪儿去了？别叫了，他们在 CZ 运营那边干活干的脚都不沾地了。哦，我说他这几天老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你怎么不给这小黑鱼换个鱼缸呢？这不有缸吗？这鱼也是有鱼权的好不好？你这么小个缸，它7秒钟记忆都转2圈了。有水有吃有喝的，人活挺好的。哼。哎，我问你问题，你平时看自己工资条吗？看啊，每个月绩效不都不一样吗？是吗？我以为你是月光族，不看工资条。不想挖了我。我看看我的。我看看。哎呦，这么多啊！那必须的呀。可是我还准备发了工资请你吃饭呢，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请我吃饭好吧？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行啊，就今晚吧。你把那个王谦跟魏小西都叫上，抚慰一下你们这些贫穷的年轻人。我怎么感觉最近瘦了呢？我能不瘦吗？我现在一个人干2人活，全敏捷的活都我干。多吃点啊。囤积疲惫主要是有2个难点。那第一个是坐骨神经，这点你考虑到，但第2个血管壁的这个扭转卡压，你完全遗漏。那是因为臀下动脉骨后皮质血管壁一般是比较短，所以我应该长的来分离动静脉。很好，奖励你一块臀大肌。这叫吸冷，腹外切肌，口感差不多。那差得多了，臀大肌是大肌群，腹外斜肌是小肌群，活动度都不一样，口感怎么可能一样？有道理。有什么道理？行了，你们别聊了，再聊回手术室了。好，准备。哎。
师傅，其实我有一件事一直特想问您。说。您当时为什么离开三元啊？哼，这个问题已经好多人问过我，我每次回答版本都不一样。你想听哪个？听个走心版本。一时冲动，这多少有点敷衍吧？哎，你可别小瞧冲动啊！多少人类社会的文明都是靠冲动推动的，冲动就是本能，就是直觉。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如果遵从了内心的直觉，80%都不会后悔，对吧？听懂了吗？懂了，就是冲动是魔鬼呗。也是天使。我提杯酒啊，马上要新年了。不是，等等，你们给我个机会，让我敬一下我师傅。徒弟懂事儿，我见面不干了。哎，这酒量行不行？哟，这事儿大了。他明儿有没有手术啊？师傅，其实我一直知道您对我很好，我心里面都知道。包括最近，大家其实都缺客户，丁曼恒的手术你让我参与，一方面呢是想让我有机会多学习多练手，我知道您其实想让我再多赚点钱。行了，咱别自我感动，行吗？啊，我练你那不也是为我自己好吗？你不行，倒霉的是我。你练出来了，做手术多省事儿。赶紧吃肉啊！我师傅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心想让我好。那对，咱干外科都知道，做师傅的嘴毒一点，脾气差一点，对我们要求严格点，那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肯带你，教你东西，哎，给你机会让你多上手术。没错，这是师傅真正为徒弟好。哎。师傅，前段时间因为一件事儿啊，我态度不好，我也跟您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我希望您别往心里去。这是真正好。师傅，其实您对我所有的好，我全都记在心里面了。我敬您，我再干了。这么有诚意，你跪着喝吧。哎，行了，你给我坐着吧。啊，行，把酒拿过来，你喝。别人说这些话我也记住了啊，说我嘴毒，说我脾气差。行，今儿这方案熬夜给我重写吧，明儿早上8点准时放到我办公桌上。现在先吃吧，多长长脑子。接下来是关于股权的。革梦医院是由秦晖先生和周静雯小姐在婚姻关系期间同他人共同创建，所以他们2人合占的股权属夫妻共同财产，女方有权利要求平均分配。我方当事人秦晖先生绝对承认周静雯小姐对革梦医院做出的贡献，所以秦晖先生愿意拿出自己1半股份的等额现金，作为对周静雯小姐离婚的赔偿。不，这个我跟我太太商量过，就按周小姐说的来。秦先生，你可要考虑清楚啊，让出股权会影响企业的稳定，而且其他股东……没事，我会去跟老唐商量。没关系的，没问题。秦先生，我理解你对妻子的情感，但是作为您的律师，我必须要很严肃地提醒你，股权分割对企业是有风险的，我绝对不建议你这么做。你说的没错。为了降低企业的风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跟你刚刚的方案正好相反。我愿意用1半股份的等额现金作为秦晖先生的离婚赔偿，但是所有的股份必须归我，这样可以吧？要全部的股份，你怎么想的？你一开始不也这么想？
我那时候是为了革命的局势着想。我也是为了革命啊。你不是说了吗？一切条件都听我的。那我在革命算什么？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冷不冷？走吧。干嘛那么着急啊？那么大蛋一个人在家吗？我不着急，大蛋有阿姨陪着呢。那就再待。好啊。哎，你春节这怎么打算呢？还能怎么打算？做手术呗。初二、初四、初五都安排手术。我发现现在这些穷美者真挺聪明的，很懂得利用过年这个绝佳恢复期来安排大手术。你有几台啊？我没安排手术，我从来不在放假安排手术。他们放假我也放假。哇，那你的女患者岂不是很失望？我准备带大蛋去潜水，你要不要一起啊？我不去。过年哪都是人。潜水，海底哪有人？那也是。手怎么这么凉啊？放兜里。啊，你这个兜里，你什么都有啊？这都什么呀？这是？笔嘛。带笔干嘛？你等，还有我刚才摸到了，怎么还有书啊？字典。这哆啦 A 梦啊你！哎，我发现你们这男生的兜儿真够能装的，我们女生兜什么也装不下。跟咱们行业一样，吃的都是粉红税福利。想想你什么时候在咱们整形的广告上面看到过男性形象？因为来整形大部分都是女性，也有男性啊，还少数呢。哎，你注意过没？其实来整形那些女孩，大部分都挺正常，挺好看的。要是陪他们来的那些男性，我觉得很多是有改善空间。看人家个个都挺自信的，不像这些女孩老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本来挺自信的，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心虚啊。来，小戴，我给你看看啊。你这种脸是我们整形医生最不喜欢。怎么了？一点改善空间都没有，过度完美。这样好吗？回头我跟周静文说，把格木的广告形象换成你，就说你是我院整的最成功、最自然的病例，好展现一下我们的技术。你这一看就是虚假广告，我这一看就是原生脸，好不好？真假的？小大夫看看，你看看你的嘴是不是打过针了？打过吗？鼻子呢？这个医院大大小小各方面所有的事情，你都能说，畅所欲言。那我就说了啊，董院啊，老董，怎么这一当上院长就降薪了呢？你这个话说，这是怎么说的吗？这是？你说实话，是人性扭曲了，还是道德沦丧了？年假减半，这个您是清楚的哈。年假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呀，里外里我增加了多少工作量啊？你还是说点具体的。哎，那我就先说说咱这手指吧。说吧。好几回呢，我几台手术连着下来去厕所，然后我进去一看，纸没了。咱们接待预算太低了，红茶、果汁这些都没了，依云也换成了白开水。像我每次拿那些小纸杯给客人，我都不好意思看人家眼睛。你给客人用纸杯，这倒是个问题啊。以后用玻璃杯，一定要减少一次性的消耗。哎呀，我这也没什么想说的，不过我早上看了一篇文章，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公司走下坡路的几大征兆：严抓考勤，开始节约，奖金延期，福利减少。接下来呢，就是核心人员流失，内部流言蜚语。小陆啊，要不要给你个喇叭给大家念念啊？哈姆雷特呀，哟，你知道啊？经典台词。孟老师女儿演的，反串演的主角。哎呀，钱堆出来的，现在就必须得报班儿，班儿报的越多，给的角色越重要。
就这角色，这个数，1万啊！这扮相多好呀！还要喜欢这些花的值啊？嘿嘿，他不喜欢，每次去都要跟我讨价还价半天，都快成谈判大师了。那干嘛非去啊？证书啊！这你不养孩子你不知道，以后孩子上学可全看这些呢。哦，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啊？暖气调低了，你没发现吗？现在大家开始都穿秋裤了。老天爷呀，这弄什么一天一出一出的，丧心病狂啊！我今天去提这事儿来着，给我糊弄过去了。您提什么意见了？我什么都没提，我进去1分钟我就出来了。我跟你说，别妄想跟资本家共情，咱手上有的牌那就是双向选择，懂吧？孟老师，听您这话，您是另有打算啊？哎呀，这个屋太冷了，我能有什么打算呀？走到哪儿不还是做手术吗？周主任，李姐，晚点再来打扫吧，我现在有点头疼。周主任，我是来找您的。你对医院也有意见啊？不是的，周主任，我也想做手术。你想做下颌角？丽姐，你多大了？过完年就58了。您别在医院看习惯了，觉得做手术没什么大事儿。这下颌角可不是小手术呢，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我今天累了，改天你来找我，我再好好给你面诊一下哦。行。周主任啊，你要是头疼啊，你就经常这样拉一下。行，周主任，怎么了？没事。你这练功呢？看那样快练成了吧？有空聊5毛钱呗。我说没时间，你就会不聊吗？说吧，什么事儿？这医院缩减开支的政策是有问题啊！你说你行政上那些小动作，这帮人嘴上抱怨抱怨，心里也算勉强能接受。这扣人奖金，这太过分了呀！我只是说晚点发，我又没说不发。你跟我都没什么感觉，那下面人就靠奖金活着呢，一个月基本工资才多少？交完房租就没了，你再把人奖金扣光了，你让人怎么活啊？人家怎么心甘情愿在革命待下去？怎么不心甘情愿了？现在医院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李启带走了一帮人，供应商像催命一样的来催我尾款。哎，我们是做医院，不是做慈善机构。哎，我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开心，是要想革命怎么样能够活下去吧？缺氧了吧？坐下歇会儿吧。哎呀，烦死了！你看我一个上午记着，赶上吐槽大会了。嚯，还满好几天呢。小零食种类不够丰富，客人没有久坐的欲望。哎，说的有道理。看到了吧？真吐槽的，倒是没什么想法。倒是那些写没意见的，你知道人家真实想法是什么？郭医生，你把那个乒乓球馆的地址发给我，谢谢。哎，戴戴，周主任，那个我明天11点的客人他来不了，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周雅丽，我忘了他哪一天了，把他提上来。好。是，我是丁梦涵家长，您哪位啊？哦，老师啊，您好您好。什么？他没去考试？怎么会呢？这我还真不知道。那他今年该毕业了，这种情况毕业证他是不是？你看这个可以吗？行，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谢谢您啊。找到了吗？马上。哎。找到了，朱主任，是这个吗？对，把他提上来啊。好。
这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刺眼。我跟你孙叔叔约好了啊，出院一起吃个饭。等4个月你都恢复好了，直接去他们部门实习。啊，等我毕业再说吧，下学期挺忙的。是，毕业前得写好论文，你准备怎么样了？写着呢。还有，你期末考试考怎么样啊？期末不刚考完吗？哪有这么快出成绩？怎么了？怎么了，妈？你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你们辅导老师都已经给我打电话了。他跟你说啥了？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你不去考试的结果？你拿不到毕业证，你顶多算个大学肄业。像你这样，我们单位没法招你。你孙叔叔就想帮你，帮不上，你懂不懂？哎，我不是故意的。为什么？我不想跟你说话。你以前不这样啊？你以前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妈妈我讲的呀？怎么了？你现在生病了，病了就变了，变得跟换了个人似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怕，不要被疾病打倒。你做完这个手术就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能回到正轨。我怎么不正常了？妈，你告诉我什么是正常啊？有稳定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那正常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那女孩都要有个完整的身体。你看你现在叫什么？能叫正常吗？欠了他，我就不是我了，是吧？他就能代表我丁曼恒？你干嘛去？厕所。你说现在小孩练乒乓的还挺少的啊。这是他参加钢琴课的条件。啊，学钢琴还有这个条件？是他的条件。他答应我学一样东西，我就得答应他另外一件事儿。这培养爱好还是挺好的啊。我是跟李启谈过了。李总，你今天讲的这些话信息量有点大呀，我得好好消化消化。我想想。行。哎呀，到时间了，我得先走了，我要去接闺女，她今天有钢琴课。不过我会做完这个月。说实话，我谁都想过，就没想到是您。可以告诉我原因吗？李启跟我说，医生跟运动员一样，要是天赋不够呢，再怎么努力也当不了冠军。如果天赋够了，也肯努力，但是没有好的教练，没有好的团队合作，也白瞎了一棵好苗子。你觉得有道理吗？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是，当然有道理。但是好的医生就需要好的平台。我觉得啊，我们格目呢就是提供好平台给好医生。你看现在坊间的这些民营医院，哪能让医生来做主？您说是吧？就只有格目了。理想谁不喜欢呢，周主任？我跟你说点实际的吧。我老公被优化了，缓冲期就到这个周末。像他这样从大厂出来的，年龄大，职级高，想创业吧没什么资源，想再找工作恐怕也没什么好机会，所以对我来说呢，没有资格谈理想。我做这个选择很简单，就是哪儿有钱往哪儿去。明白。
我都明白。我知道目前革命是有点困难，但是下个月呢？下个月，周主任，我想不了那么远。过了年就是新学期，所有的培训班都得交费，而且一交至少半年。啊，我还有房贷呢。哎呀，楚宁，到时间了，楚宁，快点，还有钢琴课呢。刚打半小时。别废话，上一次堵车就堵了半小时，快点。叔叔，我们下次再约。好。不好意思啊，周主任。没事。每次都这样，说好了又反悔。那我没力气练钢琴，可别怪我。废什么话呀？这都交着钱呢，赶紧擦擦汗。那我们先走了，周主任。哎，再见啊。快点。赶紧说再见。阿姨，拜拜。哎，再见。孟医生，明天医院见啊。这好端端的人怎么会不见了呢？刚才量血压的时候人就不在，我都找过了，楼上楼下都找了，犄角旮旯都找了，都没有。哎呀，乔主任，你们来了，什么事儿啊？找不到您家姑娘。不可能，她肯定蹲厕所了，打小就这样，一紧张就蹲厕所。找过了没有啊？还是给她打一电话吧。啊，你衣服还在呢，走不远。他没拿手机啊。对我来说呢，没有资格谈理想。我做这个选择很简单，就是哪儿有钱往哪儿去。丁曼恒，你认识我？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这学期没读完，没拿到毕业证书，还跟妈妈吵架了，对吧？你还认识我妈？找到了，就是他。这什么时候的呀？这是半小时之前的。啊，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啊？这是？您别着急，他没带手机，肯定走不远。咱俩分头追，肯定能追上。喂，妈，你再放一遍。啊？啊，行，我知道了。曼峰找到了，就在楼下，跟我们同事在一块儿。太不像话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他不想见你。哦，您就是那给我做了手术方案结果没来的医生吧？你还冷吗？不冷，只有点饿。你有吃的吗？你明一早手术，提前8小时禁食禁水，也不能吃东西啊。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他肚子饿，你好好跟他聊聊。我去稳定他妈妈。行，算我欠你一人情。来，手术前不是不能吃东西吗？你不是不想手术了吗？下次离家出走，至少带个手机，多穿2件衣服嘛。你看你这么被抓回来，多没面子呀！跟我说说吧，你到底怎么想？我不是故意不去考试的，但我那天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问了老师能不能补考，
奶奶说要补考也是明年的事儿。什么考试啊？期末考试啊，我妈都给我安排好了，一毕业就去她单位上班。我这不期末考试不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吗？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她就知道了。啊，那我听明白了。感情你妈天天在家里做营养大餐，但其实你最爱吃的，是麦当劳。我知道，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为了我的事那么操心，还到处求人。而且其实我也没想清楚，我只知道自己不爱吃营养餐，但不知道自己爱吃的到底是不是麦当劳。那考试那天，你又干嘛去了？不是爱游泳吗？然后那天有个运动品牌在我们游泳馆做活动，有个人就一直盯着我看。你说一般人看一两眼就算了，他一直盯着我看，还追到更衣室来了。那是色狼啊！你没报警？不是，女的。他说他是品牌负责人，想找我拍广告。好事儿啊！感情那天拍广告去了。我乳癌手术去年做的，你说一般人上手术台，尤其还是癌症，想的都是我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想干点什么呀？但我躺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到。那天那人追到更衣室啊，我其实心里有10000个拒绝他的理由，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到了拍摄那天，姐姐，现场好多人呢，有专门负责弄灯光的，还有专门负责换衣服的，甚至还有专门订饭的。我是从来没想过啊，就拍一10秒钟的广告，需要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参与。就自打那天之后，再想到未来，我脑海里多了很多想象。但你要问我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能肯定的是，缺憾也是一种美。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这场手术不是只有义乳、假体和自体这3种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做。乔医生，又当爹又当妈，我也不见得做得特别好，有些事情我也不那么理解。你不进去吗？乔医生，除了你说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林曼恒的病是遗传了他妈妈，咱们应该想到了。是啊，想想他妈妈也挺不容易的，30多岁就得病，老公在广州工作，接到电话也不回来，隔了2年再回来就是要跟他谈离婚。那时候丁曼恒才小学吧，单位的人都同情他，他不要别人同情，好强，所以才过得很辛苦。他肯定最怕女儿跟他得一样的病，但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还真是啊，老天爷就是这么无情，不会因为你害怕的事情就不发生。他自己带义乳10几年都没舍得动手术，这一代的母亲不能对自己太不好。真是啊，他们这个年代就羞于谈美，自己挺在意的。你想想，他这个义乳啊，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缺失了。那我说，女性胸部最大的功能也就是哺乳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用，缺不缺失真无所谓。你那么平，当然无所谓啊。
拍的什么呀？照片吗？他们这些打广告的人，就是想拿你做噱头，他们什么责任也不负，到时候啊，被人指指点点的人，那就是你了。你赶快把负责人电话给我，我给他们打电话把照片要回来。那是我想拍的。你说什么？我本来觉得自己病了就是病了。我可是把人生第一次医美都献给你了。好感动哦！但是你这么说，我也不会给你打折哦。一上来就打折也怪吓人的，像那种什么299啊、399的项目，我可不敢做。我觉得吧，找医美医生就跟相亲似的，正规专业是前提，审美一致也很重要。最好就是先约约会，做点那种小项目磨合磨合。这不就先来找你打个颈纹试试水吗？那行，你今天先体验一下哦，体验完之后看要不要再跟我过日子。好。来，头抬高，我打上面了。疼吗？还好。行，挺能忍痛的啊。什么好事儿这么高兴？发奖金了，当然开心啊。发奖金？对呀。哦，真的哎。我看你发多少。这边缴费处啊，还有大堂这些地方都做一下带二维码的易拉宝，具体情况你在群里边。哎，我跟秦总有话聊。谢谢。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供应商的尾款要先付，他们的奖金可以再缓一缓，隔2个月1分都不会少他们。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聊。先说这件事情，静雯，你是医生，在医疗和医务上面，我尊重你的职业选择判断，我不会干涉太多。在管理层面，你能不能也尊重我的职业判断，不要干涉我太多？你怎么今天有点情绪啊？我记得前年双11的时候，那天有一个合作方来找我谈合作，我们开会到很晚，我送他出去，就在那个地方，我转过头来，看见这栋楼里边每一间房子灯都是亮的。我知道，因为人都在，那瞬间，我觉得很温暖。大家都在加班，你觉得温暖？这么冷血的话，别让别人听到。我的意思是，人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先发了奖金，供应商那边我再去想办法。这里是医院，医生就是最宝贵的资源。即便哪一天我离开了，格莫还会一样赚，但如果医生离开了，不行。你离开？这2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我觉得你说的对，股份平分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如果格莫是我们俩的孩子，他需要你比需要我更多。离婚了，孩子归你。从今以后，我就是格莫的高级打工人，你呢，也不再是老板娘，你是周老板。你说你们中年男性怎么这么脆弱啊？你觉得股份归我，我就把你踢出局？你是这么想我的？不然呢？给我5%做纪念。我给你10%，看在你劳苦功高，这样行吗？你刚刚说的观点我非常认同。我最近也想了很多，我想要重新跟医生签订合约，想要提高他们的分成比例，也就是说呢，按照年资来分，年资越高就拿得越多，就像孟主任他们就可以拿高一些。去我办公室继续聊。行，你看啊，我们把这个奖金提出来，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让格木有更多更好的。